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级重磅的消息，咱们期待已久的 Pi Network 主网开放网络时代终于要来了。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从2025年2月20日 UTC 时间上午8点开始， Pi Network 将正式过渡到主网的开放网络阶段。是不是觉得心跳都加速了？这一路走来，我们的派社区和整个核心团队经过了长达6年的辛勤努力与无数的心血，终于迎来了实现派愿景的下一个重大里程碑，那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具包容性、最能满足大家需求的点对点生态系统和在线体验。而这一切都将由咱们的原生代币派来驱动。是不是感觉未来无限可能？回顾我们的旅程，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之前，我先和大家聊聊 Pi Network 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相信很多先驱者对这段旅程都充满了感慨和骄傲。回想起最初的日子，我们仅仅是抱着梦想，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探索之路。从最初的构想，到后来一步一步搭建基础设施，再到如今即将迈向全新阶段，每一步都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自从2021年12月进入主网的第3阶段起， Pi Network 就进入了一个封闭网络期。那时候，虽然主网已经上线，但由于防火墙的存在，外部的连接是被严格限制的。为啥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稳固、安全的环境，让先驱者们能够先完成 KYC 认证，并在主网上获得派，同时也给开发者们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构建各类应用和实用工具。可以说，这个阶段是打基础、蓄势待发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里，我们的先驱者们纷纷完成了身份认证，并顺利地在主网中收到了属于自己的派。与此同时，开发者们也积极投入进来，开始构建各种应用程序，力求为大家提供更多实用、有趣的工具和服务。核心团队也在不断更新和改进各种功能，确保整个网络的运行越来越流畅、高效。记得在2022年3月的时候，团队还特别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挖矿奖励发放公式，采用的是下降指数模型。这个模型旨在平衡网络对增长、可访问性、长寿命以及稀缺性之间的需求，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先驱者对网络的实际贡献。到了2024年7月1日，大家可能还记得，团队启动了一项宽限期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加速开放网络的进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宽限期呢？主要是为了给那些还没完成 KYC 认证的先驱者们创造一个时间窗口，确保大家在主网上都能有自己的派。同时，这个策略也能防止那些未经验证的派在6个月的 KYC 宽限期结束后依然留在主网上，从而释放出更多的派供其他先驱者继续挖矿。这种设计既考虑到了安全性，又兼顾了激励机制，实在是太贴心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见证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场景。比如，大家还记得那个为期1周的盛会 PiFest 2024吗？那次活动真是火爆非凡。活动期间，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先驱者们齐聚一堂，超过27000名活跃卖家、28000名测试商家在活动中大显身手，而活动参与人数更是短短几天内就达到了惊人的95万多人。这个活动不仅展示了派在本地商业整合中的无限潜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派地图、派钱包、区块链交易以及社交分享等多重元素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每个环节都紧密相连，让人真切感受到未来生活中派带来的便利和创新。开放网络发布，新纪元的开启。那么，话题回到今天最核心的内容，开放网络时代。随着2025年2月20日这一天的到来， Pi Network 的开放网络发布标志着一个全新纪元的开启。那究竟会带来哪些改变呢？下面咱们就详细聊聊吧。1. 打通外部连接，连接世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开放网络的推出会给我们的第一层派区块链
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特性：外部连接。这意味着主网不再是个封闭的小天地，而是能够和外部其他系统和网络打通。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先驱者和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想象一下，当派不再局限于内部生态，而是能够和其他兼容网络进行交互时，我们将能参与到更多的跨平台交易和合作中，派的实际应用范围将大大扩展，影响力也会进一步提升。2. 开放节点，人人有机会。在开放网络启动后，防火墙将被正式移除，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技术上在主网区块链上添加自己的节点。不论你是技术大牛还是普通爱好者，只要你有兴趣，都可以通过桌面节点的用户界面，把你原本在测试网中的节点转换到主网。当然，初期核心团队会优先邀请那些在历史上对网络贡献较大且具有良好可靠性记录的先驱者，这样可以确保整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且不用担心，节点的排名数据也会在后续尽快公开，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看看自己的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3. 业务合规要求，安全有保障。开放网络时代，安全和合规依然是重中之重。为了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大家在参与主网区块链活动的时候，需要完成 KYC， 了解你的客户认证。而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则需要进行 KYB， 了解你的业务认证。这样的安排不仅能让我们的网络环境更加安全，也能帮助先驱者和企业在未来建立更多可靠的外部联系。也就是说，只有经过认证的先驱者才能和经过 KYB 验证的企业进行互动和交易，这样的双向认证机制无疑会大大提升网络的信任度和安全性。想要申请 KYB 的企业可以关注即将推出的相关网页，一旦开放网络启动，所有通过 KYB 验证的企业列表都会在派的官网上展示出来。4. 开放网络条件的全面达成。很多先驱者可能还记得，去年12月，团队曾经公布了一系列开放网络的条件和目标。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的社区和团队一直在朝着这些目标不断迈进。具体来说，开放网络启动前需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条件1，技术、产品、业务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全面完成。也就是说，开放网络所需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到位，没有遗漏和短板。条件2，先驱者和应用生态系统方面的要求也要达标。比如，截止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900万先驱者通过 PyQIC 解决方案完成了身份验证，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最初设定的1500万的要求。同时，已经有1014万先驱者成功从测试网迁移到了主网，突破了原本1000万的目标。此外，目前已有超过100个主网或者可直接在主网上运行的应用程序问世，正好满足了启动时要求的100个应用程序目标。可以说，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已经为开放网络时代准备得非常充分了。条件3，最后，开放网络的启动不能再因为外部因素或者其他不利环境而被推迟。也就是说，只要先驱者们继续按照要求完成 KYC 认证和主网迁移，整个生态系统也能继续健康运转。那么，网络就可以按时正式开放。如果有的先驱者在开放网络启动前或者启动后还没有完成 KYC 认证和主网迁移，建议大家一定要尽快行动起来。只有大家都完成这些基本工作，才能更好地享受开放网络带来的各种便利和机会。同时，也鼓励各位开发者继续开发、改进和推出更多符合 Pi Network 标准的应用，为整个生态系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开放网络时代，先驱者和开发者的行动指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开放网络时代即将来临。那么，在这个全新的阶段里，先驱者们和开发者们究竟该如何去应对那些新的挑战呢？别担心，我这就和大家聊聊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起来，共同推动 Pi Network 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对于先驱者来说，继续挖矿和贡献
尽管网络已经进入开放网络时代，但挖矿依然是大家最基本的参与方式。记住，挖矿奖励仍然会按照原来的费率和下降指数模型发放，只要你继续保持活跃，就能获得相应的奖励。同时，这也是大家对网络长期贡献的体现，越是早期的先驱者，越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奖励。积极参与实用性构建。开放网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实用性生态系统的大门正式打开。大家可以通过各种 Pi 应用参与到生态系统的建设中来。无论是购物、支付还是社交， Pi 都能带给你全新的体验。利用好 Pi 应用，支持 Pi 网络的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和使用 Pi， 也能让整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推动本地商业整合。如果你是一位商家或者创业者，不妨抓住这个机会，尝试在你的业务中引入 Pi 支付和交易。就像之前 PiFest 活动中所展示的那样，本地商业整合不仅能够让你拓展客户群，还能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试想一下，当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 Pi 支付，你的日常消费、点对点交易都将变得更加便捷和安全。及时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都请务必尽快完成 KYC 认证和主网迁移。如果你还没有完成这一步，一定不要拖延。只有在正式开放网络前，把这些基本工作落实到位，才能确保你在后续享受到所有新功能和生态系统带来的红利。记住，时间不等人，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对于开发者来说，不断优化和改进现有应用。开放网络启动后，用户的需求和反馈会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作为开发者，你需要时刻关注用户体验，及时优化和改进现有应用，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你的应用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为整个生态系统带来更高的实用性。开发全新的主网应用，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现在正是一个黄金时段，鼓励大家大胆创新，构思并开发更多符合 Pi Network 标准的应用程序。无论你是做社交、金融、游戏还是其他领域，只要能为 Pi 生态系统注入新的活力，就值得一试。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能为社区创造价值，还能收获丰厚的回报和广泛的认可。与社区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生态发展。开放网络时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一段大家共同努力、携手前行的旅程。开发者们要和先驱者、商家、企业以及其他所有热爱 Pi 的人保持紧密联系，倾听社区的声音，了解大家的需求。只有真正做到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才能让 Pi 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坚实和富有活力。你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与社区互动，组织技术讨论会、分享会，甚至举办一些创意大赛，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见证 Pi Network 的辉煌时刻。展望未来，共创辉煌。各位先驱者，开放网络时代不仅仅是技术和数字的升级，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书写未来篇章的开始。想象一下，当我们的 Pi 不再是一个局限在内部的小世界，而是与整个数字生态系统无缝连接时，会有多少全新的可能性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实现。也许未来你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用 Pi 购买心仪的商品，或者用它来支付各种服务费用。也许更多的企业和机构会因为 Pi 的安全与高效而愿意和我们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可信赖的 Web3 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先驱者、每一位开发者、每一家企业的积极参与都是无比宝贵的。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努力， Pi Network 才能一步步从一个梦想走向现实。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智慧和创意，整个生态系统才能不断进化、不断壮大。未来的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各种挑战，但只要我们始终心怀信念，坚持创新，就一定能够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数字世界。总结与号召。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简单来说，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2025年2月20日 UTC 上午8点起， Pi Network 将正式步入主网开放网络时代。这不仅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更是生态系统、商业应用和用户体验的一次全面升级。回顾过去6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 Pi Network 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和无限可能。在这里，我也想再次呼吁所有的先驱者和开发者，如果你还没有完成 KYC 认证和主网迁移，请务必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如果你是开发者，不妨利用这个机会，优化现有应用或开发全新的应用，积极为生态系统贡献力量。如果你是一位商家或企业，请关注并尽早完成 KYB 认证，未来与经过认证的先驱者们展开更多的商业合作，打造一个安全、可靠的交易环境。大家的每一份努力都是推动 Pi Network 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未来，当我们的 Pi 在世界各地闪闪发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始于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努力和改变。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时代。最后，如果你对这条重磅消息有任何疑问，或者想和我们分享你对未来生态系统的设想，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旅程中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祝大家生活愉快，收获满满。